其实原酒的概念原来的酒、原酒、原始的酒的概念呢，其实不管在葡萄酒、清酒、酿造酒了，或者是在蒸馏酒里面呢，它你可以讲说有相同之处，但是其实它在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首先，我必须要先讲一句就是说，各位喝酒的朋友不用把原酒想得太过的美好，或者觉得它就一定特别的高尚啊，或是它能够特别的体现出这个酒的美感，它原来的美感。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日本女生不要怪我讲这个例子日本的社会里面呢，日本女性如果要出门即便是倒个垃圾，我去便利商店或者什么的，她们都要化妆，女生化妆或是你必须要改换一件衣服不能像台湾这样。像我这件其实是内衣因为我才刚洗完澡而已，下午我又睡了一个觉。因为假日我实在不太喜欢在外面跑，因为宜兰这边假日外面人很多。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就是说我一旦要去面对，出了这个房门去面对其他的人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维持一个基本的体态。我不要讲说一定要非常美丽因为当你下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跟你去参加一个婚礼，那个打扮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台湾或者是日本都一样。那对日本来讲，是他们更严格，是平常的生活的时候，你就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装扮，特别是女性来讲。所以这一点其实从我看的一些我们 YouTube 上面的一些日本女性到台湾来的解放的程度，我讲的不是这种解放，是说他们觉得比较自由的话，你用原酒的概念来去推论的话呢，我个人就觉得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在里面，就是说我何必时时刻刻都一定要维持什么样子？因为你做这个事情基本上是做给人家看的又不是自己会高兴。如果说你是因为你觉得化妆自己会更漂亮，那你在日本在台湾没有差嘛？因为对你来讲，那个就是一种快乐的方法，幸福的方法。可是如果说本身你的个性不是这样，你觉得在某些场合该怎么样，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该怎么样？人要有变通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希望说一套规矩在一个社会或者在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中呢，就是大家都要一样，然后或者是你不遵循，你就会觉得好像被排挤一样。当然，我们都生活在台湾的社会，所以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对日本女性来讲，这一点可能就是已经很大很大的差别了。然后这一点差别是我们无法体会的很多东西就是觉得直接就好，当然太过直接也不好啦。我觉得刚好又是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差异性，他们那个有些已经太直白，太那种野心，那种目的性太强了，会让人家觉得说，怎么好像没有礼貌的感觉。这一点我觉得日本、台湾、中国刚好就是这样一个中间的一个地带我把话题带回到原酒这个部分来说，就是说，如果说你化妆了，跟你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或甚至你去参加婚礼呢，你就不是你了吗？
以日本女性来讲，你就不是你了嘛，你还是你嘛，但是你有加了，你也不是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外貌这些东西呢，也是就不是外貌，就是外加了这些，不管服装啊、打扮啊，的饰品啊、穿着啊什么这些发型啊等等呢，有改变的话，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一样了。这个东西呢，放在酒里面，不管是酿造酒或蒸馏酒呢，你可以把后段看到的这些部分呢，就是说打扮啊、妆容啊这些这个设计啊什么的，把它看成是那个酒在，不管是蒸馏酒或酿造酒，不管是清酒或者是这个葡萄酒或其他的酒种都一样，可以把它看成是本来是放在瓶子里面或放在桶子里面的东西呢，你突然上市的时候，你就是会加各种各样子的标签设计或者是文案，或者是推出一个行销的手段出来哈。几年前有一个蛮有名的粉红酒普罗旺斯那边的粉红酒，其实地中海那个区域的普罗旺斯，普罗旺斯那附近的地中海区域那边有不少粉红酒都很好喝哈。粉红酒的部分我记得我之前有介绍过，它有什么不同的酿造方式，但是它主要的不用讲那么多细节，就是它主要就是它是介于白酒跟粉红酒之间，但是它的光谱呢有可能偏向白酒，有可能偏向红酒白酒跟红酒之间有可能偏向白酒，有可能偏向红酒，但是无论如何，它就不会是白酒，也不会是红酒，还是介于中间，好，介于中间那时候有那个要炒作一款酒，我讲炒作嘛，跟炒作股票一样，就是当时很多台湾的酒商，应该讲全世界很多酒商都在炒，因为我记得那个是好像是 跟 Brad Pitt 跟 Jennifer Aniston 吧，就是那个两个好莱坞的明星还是那个不是 Brad Pitt，反正就两个明星，一对情侣好莱坞的情侣，女生是 Angelina Jolie 吗？还是我忘记是谁了？反正就是一对这个，你看我对这种行销我就没有特别在意，因为我在意的是酒本身他他们结婚，所以有婚宴上有用到这个是行销活动啦，他们绝对不会婚宴只有喝这个酒，他就有喝到一款特别塑造出来的一款粉红酒，那个酒瓶呢，甚至有一点点像意大利的那种玻比较好的那种吹制的那种玻璃制品的那种感觉，然后粉红色的，然后这个酒应该是白色，然后酒到进去粉红色，看起来有一点星星 heart 新的那种变形的一款粉红酒当时他选的地点是对的，就是不能讲对的，是合适的，是在普罗旺斯，就是在地中海沿岸的那一区酿造的粉红酒，一向就是很好。当然，以他们来讲，不可能亲自去酿酒，所以他们是找了一个葡萄酒厂家，等于是有一点特式化的酒。酒本身没有改变，只是贴标，弄这个外在这个形象的表现，就像我之前讲化妆一样的意思嘛。那瓶酒呢？你既然要做这样的东西，贴标不可能只给你贴个100瓶，为了100瓶，我要去做一大堆功夫，不可能嘛。所以他们跟酒厂商量的结果就是有一批量出来，当然酒厂也可能也不收他们的钱了，就是反正大家互相，这个就是做生意就是做生意行销。然后在台湾那时候也是一堆人在买那业务在讲的第一件事都不是讲这酒多好喝，或者酒来自哪一个酒厂，通常都讲的是，这是谁和谁婚礼要用的酒，然后又很罗曼蒂克，粉红色的嘛。
那有些酒，有些比较尽责的业务或者是进口商，因为那批酒进来不是独家代理，是很多个酒商在分啊，可能就会讲说啊，这怎么去酿造啊，然后是哪一个酒厂的啊，他也不是说单纯做行销啊，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酒厂啊，特别帮他们弄的，类似像这样的话，所以当时我记得当时我在弄海恩的时候呢，有进口商目，进口商也问我说你要不要弄这个酒？我说我一看，然后以上我讲的这些东西呢，在我脑海里面大概是1分钟之内，我就已经想过所有的事情了。这不是臭屁啦，只是说，因为在这一行已经有点久了，就会觉得，而且年纪也大，也不是说那种小朋友，我会觉得说，你要么就拿一瓶来喝喝看，我喝喝看好不好喝，我的原则都是这样，我喝喝看好不好喝，我觉得好喝再说，其他的你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什么。父母亲怎么过世，然后他们继承酒厂去奋斗的故事啦，或者像这个神仙情侣结婚啊什么的，那个都对我来讲都是 story，就是一个包装而已，marketing。所以我要的是实质上的东西，我拿过来喝。那我一喝，我觉得也不难喝哦，的确是不错的酒厂，但是太贵了，太贵了。因为他要去包装这个东西呢，其实花了不少钱。就是说，在那个酒值之上呢，价格如果在这里，酒值在这里的话呢，它没有成为对等。但是如果你把它后面它强调的故事性，还有它的行销性，还有这个很特别，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哦，你把它加上去，那可能也许可以对等。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个东西啊，我要的是这个东西啊，因为我的朋友们当时跟我一起拿酒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相信我的，并不是相信这一块。这一块在新闻上面都有写，他们相信我的是你对这个东西评价多少。如果说它有稍微再高一点，这样子的话呢，也许我可以接受，这边有一点点故事性，我可以接受。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为此这样可能要多付个500块，那粉红酒一本基本上不是很贵哈，2000块之内都可以买到不错的粉红酒。这个题外话哦，如果说你各位对粉红酒有兴趣的话呢，就是找在那个地中海沿岸区域的，有什么香水小镇啊，有尼斯啊，有普罗旺斯啊，阿维尼翁啊，普罗旺斯是一个区域啊，阿维尼翁啊，这些，反正中间很多个区域就对了。我之前去那边玩的时候，还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以后我再单独拿出来讲哦。这故事在我去法国的过程，算流浪过程呢，是我一个蛮重要的记忆点，以后再分享。我回过头要讲原酒，就是说，对我来讲，原酒这个部分有一些东西也是被包装出来的。我想请问哦，就是说，什么叫做原酒？在前面那一集里面，什么我提醒了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是你真的是原来的你吗？你可能有经过了很多的生活的波折，你可能有经过了这个呃感情的一些心境的转换，你可能经过家庭生活的变故，你可能经过社会的捶打、打压等等，你甚至男生当过兵之后，以前了，当完兵跟当过兵和当完兵之前，那可能就个性截然不一样，你体能可能就已经不一样了。你还会是原来的你吗？不会啊，就是严格来讲就不会嘛。那原酒这种概念呢，其实所以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说，我们不用想的太美好。你如果硬要去讲说什么叫原酒，很残酷、很现实、很实际的去讲什么叫原酒的话呢，基本上呢，在市场上大概除了好，你亲自到日本的酒造，或者是你亲自到葡萄酒的酒厂，你跟他们的交情够好，你可以看到酿造出酒楼哈，酒楼就是
我讲过很多次，酒牢就已经就是酿造到最后那个酒粕跟酒都混在一起，已经是完成的状态的底下了。当然你还没有完成，你也可以喝啦，因为那个东西不会不能喝，都是可以喝的东西。但是酒厂的不管酿酒师、杜氏等等，他们会决定说这个酒是不是已经发酵好了。那个东西通常都不是用什么数据化来管理的，而是真的感觉性的问题啊。数据化管理没什么不好，因为人呢、对不对？人有可能年纪大了会味觉会退化等等啊，味觉嗅觉会退化，所以这边不在我要讨论的范围，我只是讲说，当他们觉得这个好的时候呢，好，那你去现场喝，那个这个才叫做原酒，懂吗？那才叫做原酒。而且那样子的喝的状态呢，我为什么讲原酒？因为它是更原始的原酒，它根本连跟酒牢都还没有，就跟那个酒粕都还没有完全分开哈。葡萄渣跟那个葡萄酒都还没有完全分开，那个米的那个酒粕里面有酵母啊、酵母菌啊，有这个曲菌啊什么的尸体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那个清酒液啊酒体，都还没有分开的时候，它只是稍微剥开一点点，然后甚至也没有过滤，然后你直接这样喝，那个那个是真正的原酒啊。但是好不好喝呢？很香啊，真的很香。好，我只能讲很香哈，很香啊。那口感就要看你自己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或者是你脑中会出现哪一种料理可以来搭配。你如果做到后者这一阶段的话，表示你是更进一步的，因为你会想到餐酒搭配。这个是原酒，通常会这样做到这种程度呢，你要跟酒厂的人很熟，然后他会去让你喝，让你看看我还没有化妆过的样子，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他会这样去贩卖的话，有些酒造会这样去贩卖，特别是日本酒造哈，葡萄酒我比较少看，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虽然说我的见识还不够广，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应该很少，很少很少。但日本酒造有，为什么？因为日本酒造有这种分享的概念，就是我可能就是附近的酒厂，不，附近的餐厅啊、邻居啊，我们可以喝到那些很原始的东西。为什么？那就跟拉面不外带、寿司不外带那种感觉是那种日本人的坚持是一样的。你可以说他们觉得东西一旦外带就不好吃，然后也可以讲说，因为外带的话呢，很容易产生卫生上面的问题。哦，你不确定什么时候吃嘛，不确定你出去之后，这个会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嘛？到时候有事情责怪，人家只会想到说食物中毒是那一家出来的，他不会想到他中间经过什么过程嘛。所以为了避免麻烦的话，啊，也为了保持东西真的好吃的话，拉面刚上来你就赶快吃了，你还在寿司上你就吃了。不一定要用手啊，用筷子也可以啦。因为用手反而不见得好吃了，为什么？你的手干净吗？所以你在日本酒造有一些就是他不会去把这种很原酒，我我发明一个名词啊，叫原酒，原酒这样的东西呢，可能可以装瓶，可能可以给附近的，就是隔壁嘛，我拿过去而已啊。跟你讲说已经交代了，就是要喝哦，你的这个不要拖太久了，那可不可以？可以，好，那可以。但是这种状态一般基本上大部分人不会见到，更何况我刚刚讲的这样的情形呢，那个酒不管葡萄酒或者是清酒，喝起来一定是香气是很香，但是喝起来一定是浊浊的、啰啰啦，听得懂吗？啰啰的，就是里面太多不能讲杂物，就是里面太多一些其他的物体还存在着，所以呢，还会再做过一次分离的动作，过滤、过滤，不管怎么去讲哈，那只是中文的字的排列的问题而已，滤过、过滤，然后甚至呢，
滤过滤我之前有提过大过滤、小过滤或加入物质的那种过滤，加木炭啊去过滤葡萄酒，加蛋清啊，加什么某一种土啊什么，它目的是要去吸附那些小物质这种东西。它的目的是要让这个酒更澄清、更干净，然后它不会在这过程中又不会影响到酒的香气，特别是香气的部分，然后让酒体更干净。更干净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它喝起来不会柔柔的，会轻轻的。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葡萄酒基本上也算是变形的西方式的清酒，你知道吗？因为你比较不会去买到那种，好像我没有看过哪一个酒造在标榜说不是刚分离好的那种，完全没有任何处理的那种酒给你。那种的话或是顶多只是捞掉一些那个葡萄皮啊、果肉等等那些，没有嘛？他们通常都还红酒还要装瓶，白酒的话也许有可能稍微简单过滤，然后或者是细部的过滤给你喝。但是有简单过滤就给你喝的吗？如果简单过滤的白酒的话，那个就其实跟浊酒差不多的意思啦。但是市场上清酒有浊酒、葡萄酒、红酒不谈，因为红酒通常还要入桶嘛，除了波酒来之外，那你白酒这个我没有听过所谓的浊白酒、白浊酒，怎么白浊酒听起来就不会很好喝的感觉？糟糕，这是我不在讲黄色笑话，我只是觉得，感觉这个好像如果真的有白浊酒的话，应该要去医院看一下门诊。浊酒的话呢，在日本它也有它的市场，但是它是生酒，就是基本上是生酒，就是没有杀菌，没有加热杀菌或是细部的过滤的那种，里面都还有各种菌在里面的不要想这么美好，世界没有这么美好的事情，就是酿造好就真的就是很完整的，没有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可不可以归类我们先把葡萄酒放到另外一边不谈，因为葡萄酒比较这方面相对它就有制式化的做法不是简单，而是他们就制式化的做法，就好像他们有所谓的北楼酒白浊白酒那种感觉北楼就听起来就不好听嘛我再强调一次，那清酒就有，清酒的话它就有所谓的很原始状态的酒。这种很原始状态的酒呢，其实它有一种特殊的名称的来称呼这个，不适合在这个时候讲，因为这样讲我的一集要变成50分钟、100分钟了，60分钟，我要维持30分钟，我现在剩下7分钟，把这个原酒这个的第二步把它讲完。这边我们先不谈就是先谈到变成浊酒的状态，它是不是原酒？它还是原酒啊，它也是原酒啊。那你如果说再进一步的细部的去过滤之后呢，它就变成清酒了嘛？那这清酒是不是原酒？如果它没有去做一些其他的某一个特殊的动作的话，它基本上也是原酒，即便它有过滤大小孔径的那种过滤去杀菌，把那个菌给隔离掉，把一些杂物给隔离掉，然后它没有去加热，就是巴斯德杀菌法。那这样子的东西呢，也叫做原酒。可是这个时候呢，对于原酒来讲，它的定义呢，其实只剩下一点而已了，就是你没有在外加任何的东西。我讲外加东西，不是刚讲那种什么加木炭啊，去滤过啊、过滤那种，因为你木炭不会溶在这个酒里面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不会溶在酒里面的，不会跟酒，就是你贩卖的时候，这个东西不会还在里面的那种的，基本上我们都称为它是原酒了。所以对原酒，你你可以想象的很美好，说保留了一切，其实它有没有保留？从左边一直讲到这边来呢，
它中间其实去除掉很多东西了，但是它的去除目的是好的，并不是为了要呃多卖钱或什么的，不是的。当然啦，这个比较干净、比较好卖钱是一定的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方面是比较偏向于是在让酒处理起来是干净的。好，那它是原酒，这个程度的酒呢，跟我们喝到的葡萄酒呢，基本上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可以一起来看的。也就是说，日本的所谓的这个原酒呢，葡萄酒这个阶段呢，基本上也算。注意哦，这里面有包含了过滤、严格的过滤、大小的过滤，让这个杂菌没有了。然后另外甚至有一些酒造可能会是有一些酒厂为了保险，可能还会加热杀菌。但是葡萄酒从来不会去提这个事情，基本上葡萄酒不会去加热，他们都是现在的葡萄酒大部分都是过滤，用很细网去过滤掉那些把病毒过滤掉，不是把病毒把细菌过滤掉。这个我在前几期有讲过了加热杀菌是要把菌给杀死。那你如果是过滤的话，只要用那个网子比细菌还要小的，那你也是把它杀死了，应该讲说你把它请出去了，把它移出去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清酒跟葡萄酒就会一样，他们可能就搞不好都没有加热了，就是没有加热杀菌，因为加热一定会破坏那个一些香气分子嘛。所以如果能够用极细的过滤方法去过滤掉这些杂质的话，过滤掉包含细菌的话，这个酒是应该讲说呈现最佳状态的原酒。可是我刚刚讲过了，就是说不能外加东西嘛，而且这外加东西不能溶解进去。所以换一个角度讲，如果你有外加东西有溶解进去的话，它算不算原酒？它就不算原酒了，它就不算原酒了啊。这边呢，其实葡萄酒跟清酒要分开来谈哦，因为葡萄酒它可能有混酿的问题，混酿的话，它算原酒吗？这个问题真的就很难回答，因为这个我想也没有人去讨论这个东西。皮诺诺它全部都用皮诺诺、Burgundy 那皮诺诺黑皮诺去酿造的。Burgundy 博豆这边有很多是除了右岸之外，有很多是左岸这边很多也是混酿的。那这样算不算原酒？它有加别的东西，而且融在里面了。你如果以整瓶来看，它也是原酒，可是它这个原酒的概念就变成是每年的状况会不一样，你懂吗？你再怎么强调说它会符合这个酒厂的个性呢，但是每年它的混合的比例就不一样了嘛，那个叫原酒嘛。那 Burgundy 那个部分的话，可以比较称为像我们日本的原酒一样。可是在这边呢，我利用最后的这个2-3分钟，我要特别强调一点：以上这些东西呢，都是在当我的酒牢里面的酒粕跟酒体酒液分开了之后，没有加任何东西的状况底下，那个叫做原酒。但是如果是还没有分离之前，这个葡萄酒也是一样，还没有分离之前，我就有加东西在里面的话，那我后面做的这些动作，它是不是原酒？它还是原酒哦，因为它加东西是在那之前分离之前，所以在分离之前，在酒粕跟这个酒体分离之前呢，你所做的任何的调整不要讲调味了，因为调味感觉好像我今天里面加了别的风味在里面的话，那就不对了。如果你只是葡萄酒里面加一点葡萄酒，然后葡萄酒汁那就已经牵涉到加烈酒的范围了，或是加一些酿造用酒精，这边也是一样，加入一些酿造用酒精，或是加什么？加水，然后去做调和的话，我可以把它视成是我在
主厨要出菜之前，在汤锅里面呢，我最后去做调整，然后去跟比较咸的一点，我加一点水，让它稍微加一点高汤，让它味道稍微再清爽一点甚至我觉得哪些味道不够，当然这个就不能类比啊，味道不够煮熟可能会加别的料理进去。可是我讲的是清酒这边，它可能加酿造红酒精、加水，甚至加一点米，再延长发酵的时间，或者加一点曲怎么样的，类似像这样东西，或者是甚至加一点清酒下去，变成贵酿酒等等的。贵酿酒的定义没有那么短，没有那么狭窄了。我只是举例而已，就是说它是加同一种类型的东西的话，然后它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再去融合在一起，这时候再去做压榨，再去做分离的话，你喝到的东西你也是原酒。其实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原酒，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酒造在把它分离之前，他做了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嘛？你不知道嘛？所以你何必去 care 它是不是原酒不原酒？如果以这个角度来思考，你娶了一个日本的太太，好，她在家里的样子跟外面的样子不一样，如果纯粹是化妆的不一样的话，本质上没有什么改变的话，对你来讲，她就是你的妻子嘛，她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嘛，她就是你喜欢的另外一半嘛，所以那就变什么个性。或者是没有经过雕琢的外表。在日本酒这一块呢，我要做结尾了。葡萄酒这块我们先不要谈了。在日本酒这一块呢，即便你前面这个我刚讲还没有压榨之前、分离之前，即便你做的这些东西好，它这个我们就跟葡萄酒一样，我们都不去管，现实也管不了。即便好，日本酒你这个就是全部都弄完了，也做过什么滤过啊，然后有些日本酒会强调无滤过，无滤过其实它宁愿保留一些小东西在里面啊，这个东西酒会比较浓稠哦，那你要或不要，这是你有自己的选择。但是无滤过的东西呢，这酒通常比较厚哦，比较厚的意思不见得比较甜或比较 dry，而是说里面的东西比较多嘛，简单讲就是这样嘛。你喝一杯牛奶跟喝一杯水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好，就是这是很夸张的比喻方式。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刚刚讲这些原酒经过压榨过滤之后产生这个酒呢，在日本酒的范围、清酒的范围之内，它还允许，我鼻子有点痒，不好意思，它还允许跟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那不一样哦，这个只是在日本的这可能他们有这个弹性在，就是说，它可能允许你加这个水，而且这水是酿造水哈，一定要是酿造水，你不能就是突然加自来水，加什么矿泉水呀，那个气泡水下去不行。气泡水可不可以？不行，因为它的目的最主要是它要瞌睡方便，因为日本是，你记不记得我前几期我在讲那个关税啊，一个东西要进口、出口、进口，在讲关税啊，所谓酒税啊、烟酒税啊，好，那其他的产品是课什么货物税这些东西，消费税什么的。那跟酒有关的，当然就是其他的税它也都要课，但是它有一个烟酒税这个部分，就是酒税，通常都是它的基础是以一公升的状态下一度多少钱，请注意有1公升哦。也就是说，如果你是720或者750的这个葡萄酒的话，你要按照比例回推去算这个你要扣的这个酒税的钱，这是数学的问题，我不再提了哈。为了要课税方面，因为你可能介于在什么什么中间，通常加水的目的呢，会让酒变淡嘛，对不对？酒精浓度会变淡，酒精浓度变淡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我今天酿出来的酒呢是15.6度好了，清酒15.6度，那你要算多少？你要算16度还是算15度的这个
这个钱。你说好像差一点算什么？问题是人家日本酒造一次酿造就可能多少瓶呢？几万瓶的，那你这个不是一次酿造了，就是某一款酒或是什么的，可能就有很多瓶的。你这个差一点点钱，差1度，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45度，你可能每一款酒就成本就上去了。所以日本的这个不是酿造协会国税厅，它允许你在酒的前段、后段，特别是后段，那前段调整的时候，真的说不准，因为那时候里面可能还有东西在发酵，也不一定。就是你最后这个东西，你要上市之前，要出厂上市之前，好，这个阶段，你一旦瓶塞封起来，你就不能再动了。你还压榨完了之后，通常也不会马上就装瓶，它通常都还会再放着，让它稍微，我讲过了，让它稍微从调整为和平啊，就是均匀一点，然后再出去，或者让它再酝酿一下下。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有加水下去酝酿的话呢，你的目的其实是你可以讲酝酿，或者是说你可能把15.6度的酒呢，把它降到15.4度，因为加水的关系。但是你说加那么点水有差就没有差，你不在乎。那酒桶很大很大，所以那加的水也不会只有加一点点而已。那因为这样加一点点水，加一些水下去的关系呢，你可以装的瓶数就变得比较多，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加水调和是被允许的，但是这个允许是你这个加水下去呢，是要在1度的范围之内，就是酒精浓度要1度的范围之内去变动，过高过低都不行了，因为它1度是让你就是跟那个钱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如果2度、3度、4度，那你就变成是哇，那个酒可以越装越多，那就是跟你原来酿造那个酒的本意是不一样了，所以它那个可以加水调和，它也算原酒哦，因为他知道你的目的并不是你加水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卖多少更多的酒啦，虽然是理论上是会卖更多的酒，但是它的更大的意义是让你是在课税的时候呢，是可以走哪一个级距，上面这个还是下面一点点，这样差异在这里，这样算不算原酒？这样也算原酒。这样的原酒就有点像什么呢？我回到我一开始的比喻，好，快要40分钟了，就是像日本女性在日本呢，我今天要出门了，我不是要去参加婚礼，也不是要跟朋友见面，也不是要去面试，也不是要去逛街，我只是下去便利商店买个饭团而已。这时候稍微化妆一下，轻微的化妆一下，我就下去，甚至戴个帽子、戴个墨镜下去了，就是这样而已。当然啦，我讲的这些东西，因为这频道毕竟是在谈一些东西，我是给各位一个概念，有一种这种想法，就是你看原酒就有这么多种类型的原酒在里面，所以不要认为就是原酒就是酿造好，我直接装瓶出来就卖给你，这样哪有那么简单？中间还有卫生的问题，还有税的问题，还有这个它品质保持一致性的问题等等的。没有，绝对不是你想的这么单纯的说压榨出来，这叫原酒，所以我就拿出来喝了，不是这样。有些原酒你不见得会喜欢喝哦，真的，因为原酒真的那种很粗犷的原酒，就好像我今天去山上打猎一样，你今天抓到一只山猪了，你肉砍一砍，然后拿来火来烧一烧，这是不是原酒？不是原酒，是原肉，对不对？很有野趣，没有错。可是你每天叫人吃这个东西，你受得了吗？你撒一点盐而已。你说保持原味最好啊，我最讨厌讲保持原味，保持原味表示你是不会煮菜，因为你会煮菜的话，你保持原味只是你一个选项而已，不是唯一，懂吗？那猪肉既然拿回来了，你回来你可以用炖的、煮的、炒的、炸的什么的，有的没有的各种方法调味、腌制过的或风干啊，或者是
加入其他的蔬菜什么去拌炒等等，很多种变化嘛。做成猪排也是一种方法嘛。然后你要在家里你要沙威玛或者是学那个巴西的那种是巴西吧，巴西的烤肉那种拿一根铁串那样串起来，然后烤好之后削给你的那种也可以啊，何必一定是要现煮现杀现烤，撒一点盐，然后就是在野外这样吃。今天讲到原酒的部分，就做个补充了，因为我刚刚提到，其实还有更原酒的东西。更原有的东西呢，其实我们这个海岸的朋友其实以前有喝过。这个当时在台湾应该我们这团体是第一个引进的，因为我那时候我研究的时候，我发现有这样的东西在，我曾经有要求，不是要求啦，我没有这个资格，我只是询问说可不可以有这个东西出口到台湾来，出口到台湾去，然后进口到台湾来。磨一磨之后，有一个酒造，有2、3个酒造有答应的，所以我们有喝到类似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牵涉到日本酒的酿造流程的，就是压榨这个环节啊，酒粕跟酒精分离的酒体分离的这个分离的环节，那很多细节要谈。那这个以后我再另外花一段来谈这一块的部分。提醒一下，就是说葡萄酒的部分，你可能只看到上面写一个酒标，然后比如说以波豆来讲，就这样。Burgundy 它可能顶多再多加一个什么园啊，然后这个园，这时候你还要注意到同一个园，你不要只注意到园呢，你还要注意到园底下是哪一个酒厂。你说我怎么会不注意到？对，很多人就不会注意到，他可能这个爱侣园，我就情人节我是买爱侣园的酒，那个就对不对啊？然后那个酒价被炒翻天了，因为叫爱侣。那爱侣园的酒大部分是很好喝，但是也有不好喝的，就是说这跟酒厂就有关系了。那你说这同一个葡萄园为什么很多个酒厂啊？那是属于 Burgundy 的故事呢？这个我对 Burgundy 我其实很不喜欢讲，一方面是我很讨厌这种贵族世袭，甚至有些这个区变成是就好像股票里面的绩优股那种感觉，就是很多人会去炒作。我不喜欢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有这么多东西可以选，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单单皮诺诺，你选 Sonoma 就是那个美国那边的 Sonoma County，或者是华盛顿啊，纳帕也有啊，或者是纽西兰、澳洲 New Zealand、Australia 也都有啊，甚至现在连德国的 Pinot Noir 都酿着不错了，所以你何必一定要这么执着在？你可以执着 Pinot Noir，我没有意见哦。你执着在 Burgundy 那个东西都对不对？被炒了翻过天的那种感觉，我是觉得那种很多都是酒价跟它的那个酒质这个不是很成比例啦。好，今天把话题说在这里就好了，就是说。改天我再讲的有关日本酒另外一种那个更原酒的部分，而且这个部分其实它的原酒还分成3个等级，下次再说。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填土之道有道理，拜拜。今天好像就可以冲破5000人了，那我可不可以期望？因为我发觉大概1个礼拜可能可以多个1000人，那我可不可以期待在1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破1万人？请大家帮忙订阅、按赞、分享，因为我现在已经慢慢抓到节奏了，请大家多帮忙，拜拜。